印度、巴基斯坦本是一家，为何会演变成如今的世仇呢？曾经的骨肉亲情，现在演变成每隔几年就会开战一次的死敌，他们到底在争些什么呢？孟加拉更是这两国对抗下的产物。At 6 locations where the Indians attacked last night, unprovoked, the blatant aggression that they did, Pakistan has lost 26 civilians. Pakistan reserves the right and will respond to this aggression at a time, place, and means of our own choice. 印度为避免被巴基斯坦左右夹攻，所以肢解了巴基斯坦的右臂，促成东巴基斯坦，也就是今天的孟加拉独立出来。这背后的局，你看得懂吗？1947年以前没有印度这个国家，只有英属印度 （British Indian）。当时候的版图还覆盖了今天的孟加拉、巴基斯坦、缅甸等区域。也就是说，英国当时候把数百个占山为王的小王国打败，然后把它整合为英属印度。所以严格上来说，巴基斯坦也是印度的一部分。而那时候的印度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一个民族，它也就是一个区域的名称。整个区域多达430万平方公里。1947年，印度这个区域的人口就达到3.9亿，这什么概念呢？我们对比一下它隔壁那时候的中国的人口是多少？而1947年中国的人口是4.5亿，所以你可以看出那时候的印度跟中国的人口是不相伯仲的。如果你不细致看的话，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他们是很相似的。如果不是他们的宗教差异，以致他们穿搭上有点不一样，那你可能分辨不出他们是巴基斯坦人还是印度人，因为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当然了，我重复一次啊，是巴基斯坦啊，不是巴勒斯坦啊。我知道很多人会搞混这两个国家，因为两个国家只是一字之差。even我的简析师啊，都可能犯错国旗啊。虽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点，那就是每隔几年都会与邻国爆发一次军事冲突，但他们在地理上，一个是位于中东以色列的隔壁，一个是位于南亚印度的隔壁，所以他们是不同的国家，国旗也是不同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呢，那个区域里面有70%的人是信奉印度教，有20%的人是信奉伊斯兰教。当时候他们是和平相处，没有问题的。因为统治他们的是英国人，英国人是信奉基督教，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两个是平起平坐，两个都不是官方宗教，你大概可以这么理解嘛？但是在1947年过后就变了，一切就变了，因为英国人要撤离了。The departure of the first contingent of British troops from the new Dominion of India was an historic event. The Governor-General, Lord Mountbatten, was on Ballard Pier, Bombay, and here he inspected guards of honour from the 3 Indian services, mounted as a tribute to the work of the British services in India. 所以这两派里面呢，必须要有一派出来主导印度，出来扛大旗了。毋庸置疑，将来如果谁主导印度，那他的族群肯定是凌驾在另外一个族群之上，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冲突就出现了。早几个世纪之前，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都没有问题，因为没有人真做老大。但现在不一样，谁做老大，另外一个就不服。大家好，我是尼克斯，尼克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如果你还没关注的话，现在适合关注了。还有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哟，我会每周更新。上一期我们谈到了全球最多艾滋病国家的 Top 3，让观众们出国旅游时要小心。如果你还没看的话，请按上面链接去看，或者下来频道找也行。英国虽然在2战中取得胜利，然而其国力在战争中严重受损，失去了其强国地位。加之非殖民化运动的兴起，再加上美国意在瓦解英国的全球影响力，所以不断鼓动和支持英国在海外的殖民地独立建国。所以英国最大的殖民地英属印度解体已经不可避免了。1945年英国大选，一直支持印度非殖民化的工党获胜。此时英国的国库在2次大战中已经枯竭了，英国公众对代价高昂的远距离介入并不热衷，于是在1945年末，工党政府决定结束在印度的英属印度统治，并于1947年宣布不迟于1948年6月交权力给印度当地领袖。 On the eve of India's independence, on the midnight of the 14th and 15th of August 1947, Lord Mountbatten said, I have a message from His Majesty the King delivered to you today. This is His Majesty's message. On this historic day, when India takes her place as a free and independent dominion in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I send you all my greetings and heartfelt wishes. Freedom-loving people everywhere will wish to share in your celebration.
注意看啊，他只是讲把政权移交给当地人，没有讲是哪一个派别、哪一个种族啊。而此时的印度，占多数的印度教徒和占少数的穆斯林，他们的对立日益激化。特别是以穆罕默德·真纳为领导的全印穆斯林联盟，在1906年在卡达成立。他们质疑现有的印度国大党大多数成员都是印度教徒，并抱怨在国大党中的穆斯林成员没有与印度教徒拥有相同的权利，也就是二等民主。是无法捍卫穆斯林的权益，更在1940年3月的拉合尔决议，也称为巴基斯坦决议上，主张二民主论，要求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地区，例如印度西北部和东部地区，应该组成独立国家，各组成单位应享有自治和主权，并强烈主张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分离，要成立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Have you ever ponder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23rd of March, 1940 in the annals of Pakistan's history? This date marks a pivotal turning point, the day when the idea of an independent nation for the Muslims of British India began to take shape. This day is etched in the memories of millions as Pakistan Day, a day that sowed the seeds of a revolution. On this fateful day, the Lahore Resolution was passed, which is also affectionately called the Pakistan Resolution. This resolution,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session of the All India Muslim League held in Lahore, was the first official call for a separate homeland for the Muslims of India. The resolution was a response to growing concerns about the protection of Muslim rights and identity within a predominantly Hindu India. 等了这么久了，英国人终于要离开了，这应该是一个普天同庆的事情。但因为这群穆斯林群体在当地算是一个相当大的少数民族，约占9000多万人口，约占25% 的总人口。他们都认为，将来如果要在一个印度教主导的印度下生活，他们可能会遭受歧视或被剥削，所以他们更倾向于建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然而，来自印度教的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则表示反对，他希望建立一个包容所有信仰的印度，所有民族、所有宗教都可以和平的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这是他的追求。1946年2月，被二战重创的英国派出内阁使团和印度各党派势力讨论印度的自治事宜，并提出了联邦治下的自治构想。该方案在1946年7月6日被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接受。但7月7日，尼赫鲁为首的国大党单方面撕毁了协议，并要求重新谈判，这导致了穆斯林联盟退出建立统一印度计划，并转而寻求建立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他们认为，就统一的印度将如何运作达成一致，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而且还不一定成功。而分而治之似乎是一个快速简单的解决方案，而该协议的撕毁直接导致了印巴分治期间的第一次大屠杀。英国迫于当地局势而加快分治进度。印度总督蒙巴顿上任后，很快意识到，如果英国想要避免卷入这一场似乎越来越可能的内战，那么除了分治和迅速撤离印度，别无选择。在分治之前，法律和秩序已经多次崩溃，双方都经历了大量的流血冲突，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已经迫于眉睫。二战后，英国的资源有限，已经不足以维持秩序了，打算拍拍屁股走人了，你们自己打吧。因此制定了名为疯人院行动的撤侨计划。过去很多人一直以为是英国人实惠，故意把巴基斯坦和印度拆开，并埋下战争和冲突的种子。但今天我们看到的事实并非完全是这样，它有另有隐情，两派都有他们的诉求。所以你认为呢？欢迎在下方留言您的看法，让我们一起交流吧。好，我今天分享到这，喜欢这期视频呢，欢迎点赞、关注、分享，还有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我会每周更新。下一集我们将谈到印巴分治所造成的人口大量伤亡和他们的领土划界全过程。如果你还想继续收看的话，记得一定要关注我哟。如果你想知道印度人为什么不喜欢用厕所，喜欢露天大小便呢？可以点击上面的去看，或者在老频道找也行。好，我是尼克斯，尼克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我们下期见，记得关注或订阅哦，拜拜。